朋友们，问你们一个问题啊，在你们的刻板印象中啊，是不是感觉就是武汉呢没有发展那么好？很多人呢都觉得武汉呢是呃二线城市，并不能成为一线城市。但是今天给大家说了几点之后，相信你们会对武汉刮目相看的。有人就说啊，上海比武汉好。我现在呢就来到武汉的长江边，两个城市我都去过了。实话实说，我更愿意留在武汉生活。在上海那边呢，真的是每天都喘不过气来。但在武汉呢不一样，你看对面的高楼大厦，200米以上的其实是已经远超过上海的。在上海的外滩啊，能够看到陆家嘴啊、东方明珠啊，是的，但是那是一般人能住得起的吗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边的武汉这边的房子啊，200米以上的高楼已经远超上海了，完全不输上海的一个气派。而且这边的江边呢，延绵长江这么长，装修啊，江边的铺设那个水泥啊，维护啊，都已经做得非常好的，大家可以放心的在江边玩。武汉呢是有两条长江横穿的山镇，分别是汉江和长江。长江啊，就是我眼前这一条江，总长度6387千米，它流经我国11个省级行政区，它是最早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流下来的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武汉的航道也是非常繁忙的，江面上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船只从这边经过啊。在武汉呢，坐这种轮渡啊、轮船呢，只需要1块6毛钱就可以游览武汉三镇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边呢也是一个码头，但这边的那个观光那个轮船，两江游览的会贵一点点。它是属于观光游船，因为你们可以吃饭呐、或者是从长江大桥底下经过，然后时间久一点点，所以价格就贵一点点。一般都是在晚上，得那个夜晚的灯开了之后，灯光秀开了之后才能做的啊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武汉到底有多发达啊？没去过的人可以好好的看一看，不要在网上乱说了。武汉东西长约200多公里啊，现在呢，在这个地下面就有3条跨江地铁。你想一下，在长江底下修地铁，一般我看到像重庆啊都没有在江底下修地铁，它都是在桥中间通过。但武汉这边的地铁它不一样，它是可以直接从长江底下，跟长江隧道一样，可以在里面走地铁。你想一下，这是多么牛的技术啊！然后再来说一说武汉地铁目前开通的路线，规划好的应该有20几条了，开通的都有10几条了。想一下，在武汉交通是多么的便利，多么的发达，而且武汉现在常住人口已经有1000多万了，已经成为了特大城市。我国有8个特大城市，你们知道是哪8个吗？像北上广深毋庸置疑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陕西、重庆、成都、武汉、杭州，应该是这几个城市。还有哪一个我可能说错了或者说漏了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纠正我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因为我只记得这几个城市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在对面的高楼呢非常的多，200米以上的高楼啊，真的不输上海。虽然说上海那边呢非常的繁华，然后非常的高大上啊，不管是科技啊、城市建设啊都要非常牛。但来武汉的话，我发现了，武汉的生活成本更低一点，衣食住行啊，就咱们普通老百姓啊，在武汉都能够有一席之地。而且武汉呢，就是这边包容性特别强，不管你是来自哪个城市的，租房子也好，买房子也好，都不会说是价格很贵。但在上海那边，比如说就像陆家嘴那边的，比如说像对面那种高的小区楼啊，如果说你稍微住的高一点点，或者怎么样子的小区好点点，没有个大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资产，你根本是买不起一套房，打几年工、10年工、20年工，甚至都能付不起首付，就是这么现实。但在武汉不一样，武汉的话人口比上海少1000万，上海是2000万，毕竟上海是直辖市嘛，就相当于一个省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在上海那边的话，生活成本竞争压力还是比较大的，但在武汉这边的话，竞争压力还是小一点点。所以说啊，在武汉的街头，我经常看到别人笑哈哈的，然后喜笑颜开的。但在上海那边呢，就是给人一种节奏很快的，都是赚钱赚钱再赚钱再攒钱再赚钱再花钱再消费再赚钱再赚钱，就是脑袋里面只有赚钱，但是赚的钱呢又远远满足不了自己的欲望，因为那边的房子确实是太贵了，在上海安一个家不容易，但在武汉安一个家就非常简单。所以这下你们有什么想法了没？
你们感觉哪个城市更好呢？反正两个城市都不错，只是说，武汉呢稍微的就是普通人更适合生存。如果说精英人士的话，肯定愿意跑到大上海去，为什么？你们猜？